欢迎收听。你给我们发来了瑞达利欧的新书《国家是如何破产的》大周期的精选章节。我们读完感觉，这不像是本普通的经济学书，更像是一张地图。我完全同意，它像是一张金融雷区的地图。达利欧试图描绘出一条所有大国都可能走上的路，路上呢布满了债务的陷阱。今天呢，咱们就顺着他画的这张图，看看这条路通向哪里。更重要的是，当今的世界，特别是美国，正站在地图的哪个位置？没错，而且他在开头就扔出了一个重磅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想过，但不敢深究。像美国这样手握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国家，真的会破产吗？如果会，那会是什么情景？感觉这触及到了现代经济体系最核心的那个支撑点。这正是这次探索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就从这张地图的核心引擎开始看起。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达利欧所有理论的核心都建立在一个概念上，叫做大债务周期。对，他说，这个周期很长，大约持续一生，也就是80年上下。这就意味着我们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只能经历它的一部分，没法看到全貌。这就是它危险的地方，因为它超越了个人经验的范畴。而这个债务周期呢，只是它整个宏大框架中的一个齿轮。只是一个。对，他认为历史的走向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由五股巨大的力量共同推动。债务和经济周期是第一个，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我看到了，另外4个也很有意思。一个是国内的政治秩序和混乱，贫富差距、社会撕裂这些都算。一个是外部的地缘政治，也就是大国之间的博弈，然后是自然的力量，比如瘟疫、气候变化，最后一个他非常强调的人类的创造力。对，尤其是颠覆性的新技术，比如今天的人工智能。是的，所以这5个齿轮相互咬合，共同驱动历史。但债务周期是那个最古老、最根本的引擎。没错，达利欧的解释其实很简单，创造信贷，就是说凭空借钱，远比创造真金白银或者实实在在的商品要容易得多。那当然了。于是呢，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上代表着未来要偿还的承诺的这些债务凭证，它的增长速度必然会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产出速度。这就引出了他那个著名的比喻——抢椅子游戏。对，抢椅子。一开始音乐响着，大家都在开心地传着债务凭证，每个人都相信手里的凭证将来能换回真东西，所以游戏能一直玩下去。直到有一天，音乐突然停了，总会有一个时刻，大家猛然惊醒，意识到市场上的椅子，也就是实体资产和硬通货，远远不够屋子里所有玩家坐下。然后呢？这时，所有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冲向椅子，争先恐后地抛售手里的债务凭证，想换回真正的黄金、房产或者其他硬资产。那一刻，信任就崩塌了。那么这个框架听起来很全面，但是会不会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感觉？就是把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都列出来，回头看历史，当然总能解释得通。我明白你的意思。但它对我们理解未来真的有用吗？比如他提到的第5的力量，技术，像 AI 这种颠覆性的东西，会不会打破他说的所有周期规律？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对所有宏大历史理论的终极拷问。达利欧的回答是，他的模型不是一个能精准预测未来的水晶球，它是一项概率分析工具。对，就是一个概率分析工具。他认为，虽然技术在进步，但驱动这些周期的根本力量——人性，比如贪婪、恐惧、短视，几千年来几乎没有变过，所以历史会以不同的形式重演。那人工智能呢？至于 AI， 他确实认为这是巨大的积极力量，但我们稍后会谈到，他怀疑这股力量是否足以抵抗其他几个同时转向负面的齿轮。好，这个悬念我们先留着。那我们先来看看，当抢椅子游戏的音乐停下时，一场典型的债务危机会是什么样子的？达利欧在书里给出了一个几乎像剧本一样清晰的路线图。是的，他总结的这个危机模板非常有价值。第一步，通常是一个国家大量借债，尤其是向外国借债，来维持繁荣的假象。
这就导致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让整个系统变得很脆弱，像个空壳子。然后呢，当民间的企业或者家庭撑不住的时候，政府就得出面了。对，当私营部门的债务泡沫破裂时，政府为了防止系统性崩溃，往往会选择介入救助。但救助的钱从哪儿来？政府自己也得减。没错，这就导致了私人债务向主权债务的转移，窟窿越来越大，最后压力全都集中到了政府身上。那政府的钱又从哪来呢？总不能凭空印出来吧？哦，不对，到最后他们还真能这么干。哈哈，是的。但在此之前，达利欧说他们会先用一些更隐蔽的手段。这就说到关键了，这些手段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他们会先转向国内，打自家储蓄的主意。怎么说？比如通过各种政策，鼓励甚至半强制的让国内的银行、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购买国债。表面上看是市丑行为，实际上是把储户和未来退休人员的钱拿来为现在的危机买单。我明白了，还有一些财技，比如缩短债务的期限，因为借短期的钱总比借30年的长期国债要容易一些。对，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实施资本管制，关上大门，防止资金外流。这听起来就像是船要沉了，先把所有窗户和门都焊死。形容得非常贴切。当这些内部手段都用到极致时，就来到了最惊心破二的哇哦的一幕：保卫本国货币。最后的防线。对，这就像一场金融战役的最后防线。中央银行会动用自己压箱底的外汇储备，在公开市场上疯狂买入本国货币，试图撑住汇率。这听起来代价巨大，所以他们是在用真金白银的储备去支撑一个正在失去信任的货币符号。正是如此，这是一场消耗战，而且几乎注定会输。达利欧的数据显示，在一场典型的危机中，央行在弹尽粮绝、最终放弃干预之前，平均会烧掉自己1半以上的外汇储备。烧掉1半，这太放狂了。那一旦央行放弃抵抗，宣布躺平，会发生什么？本国货币就会像瀑布一样贬值。这意味着所有用这个货币计价的东西，你的银行存款、你的工资、你的养老金，它们的实际购买力在一夜之间就被蒸发掉了。这对普通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绝对是。书中有一个数据特别说明问题，在货币大幅贬值期间，像黄金这样的硬资产，其表现平均要比你傻傻的持有本国货币高出约60%。60%？对，这清晰地揭示了在危机中，财富是如何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到少数未雨聪明的人手中的。这些理论听起来逻辑严密，但我们还是得看看现实世界的例子。你从资料里选了日本，达里欧认为日本在这个债务周期里已经走得非常非常远了。是的，日本就像是这个理论的一个活体样本，一个警示性的案例。从1990年资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的处理方式被达里欧称为教科书系的反面教材。反面教材？对，他们没有快刀斩乱麻进行彻底的债务重组和出清，而是选择了不断的输血，维持那些本该破产的僵尸企业和僵尸银行继续存活。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失去的20年，甚至失去的30年，长期的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没错，这对一个普通日本人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书里那个数据让我印象太深刻了。哪个数据？就是工资那个。哦，那个数据确实比任何理论都更有冲击力。在过去大约25年的时间里，一个普通日本工人的月薪，如果用日元来计算，几乎没什么变化。对。但问题是，钱的价值变了。如果换算成国际通用的美元，他的月薪从泡沫顶峰时期的大约3500美元，下降到了现在的2500美元左右。这还只是用美元算。对，如果用黄金算，那就更惊人了。他的月薪的价值从相当于13盎司黄金，降到了现在只有1盎司。等等，让我消化一下这个数字。从13盎司黄金跌到1盎司，这等于说一个日本人辛辛苦苦工作1个月，在1990年能换来10几块小金条，现在忙活1个月，连1块都换不到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么一想，失去的30年这个词儿，突然变得特别具体，特别沉重。它不再是一个宏观经济学术语，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代人劳动价值的巨大侵蚀。你这个解读非常到位，这完美的诠释了达里欧的理论。
当整个系统出问题时，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它的实际价值会以一种你平时几乎察觉不到的方式，悄悄地持续地蒸发掉。日本这个例子展示了一个国家在泡沫破裂后陷入长期停滞的景象，但达里欧的框架也适用于一个完全相反的场景，一个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爆炸性增长的国家。就把我们带到了中国。对，完全正确。他认为中国在过去40年走完了一段典型的大周期上升期，从改革开放开始，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从极度贫困到巨大财富和国力的跨越。是的，但这种崛起同样是由债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来推动的。尤其是2008年之后，信贷的闸门被彻底打开，催生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之一。所以，即便是高增长的经济体，也逃不开这个周期的引力。增长本身就是靠加杠杆实现的。没错，达利欧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多重挑战在这里交汇。他将其归纳为3点：第一，一场重大的债务危机，房地产行业只是最明显的症状，地方政府债务是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完全符合我们前面说的危机模板。第二呢？第二，日益加强的内部控制，这关系到国内秩序的周期。第三，就是与美国之间经典的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冲突，这对应着外部地缘政治的周期。哇，这3个巨大的齿轮同时开始朝不利的方向转动，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是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正在经历这个大周期的顶部和转向阶段。如何管理好这场不可避免的债务重组，同时应对内外部的巨大压力，将是中国未来10年最大的考验。好了，分析了这么多其他国家，现在终于轮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这一切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达利欧直接用他的数据模型给美国做了一个体检。他构建了一个长期风险仪表盘，用一系列指标来量化风险。根据书中截至2025年初的数据，美国中央政府的综合风险读数是 2.4。2.4？对，在他的体系里，任何超过2的数值都被认为是相当糟糕的。相当糟糕。那这个高风险到底是由什么驱动的？主要是由2点驱动。第一，当前已经非常庞大的政府债务存量；第二，更重要的是，未来可预见的持续的巨额的借贷需求。简单说，就是窟窿已经很大了，而且还在以很快的速度继续挖。就是这个意思。但很多人，甚至很多主流经济学家都会说，美国不一样，美元是世界的储备货币，这难道不是一张终极的免死金牌吗？美国可以向全世界印钱来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谁也拿他没办法。他承认，这在过去几十年确实是美国最大的优势，也是他能维持如此高债务的关键。但是他也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他认为这种对美元的支持地位可能会迅速恶化。对，历史并没有先例。他反复提及曾经的全球霸主英镑，以及更早的荷兰盾，他们的储备货币地位是如何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崩溃的。迅速恶化，这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全球其他国家和投资者可能会在某个时刻，因为对美国的偿债能力或政治稳定性失去信心，而开始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像抢椅子游戏一样。对，一旦这个趋势形成，就会像我们前面说的抢椅子游戏一样发生连锁反应。对内，美国将无法再轻易地通过发行国债来融资；对外，美元的购买力会大幅下降。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有进口商品的价格都会飙升。没错，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会直接冲击到每个人的生活成本。那么，综合所有这些分析，在他写说的那个时间点，也就是2025年3月，他对未来几年的展望是什么？他给出的预测相当严肃。他认为未来5到10年将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巨变的时期。有趣的是，他一方面极其看好人工智能等技术带来的生产力革命，认为这会创造巨大的财富，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股强大的积极力量很可能不足以抵消来自其他几个宏观力量的巨大阻力。哪些阻力？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没错，
主要是3个：巨额的债务压力必须以某种形式被解决，要么通胀，要么违约，要么重组。然后是美国国内日益激化的政治和社会冲突，以及与中国等国的紧张地缘政治关系。他拿历史上的工业革命举例，那也是一个技术大爆发的时代，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国内贫富差距、社会动荡和国际冲突。所以新技术的生产力提升效应，往往会被这些负面力量严重抑制甚至抵消。对，技术本身怎么说呢？它无法解决人性的贪婪和冲突。衰的宏大周期理论，从抢椅子游戏的运作机制，到日本和中国的具体案例，再到对美国未来的警示，这里面的信息量确实非常大。确实如此，但有一点必须强调，达留欧本人也一再重申，他不是在算命，也不是在做精准的市场预测。对，他这套方法论的核心是帮助我们去理解不同情况发生的概率，并且为那些可能发生的，特别是糟糕的情况，提前做好准备。这是一种基于风险管理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宿命论。说到这里，他在书的最后留下了一个原则，我觉得特别发人深省，值得你反复回味。他说，如果你不担心，你就需要担心了；而如果你正在担心，你反而不必担心。这听起来有点绕口令的意思。哈哈，是有点绕，但他的意思是那种无根据的乐观和自满，那种觉得这一次不一样，风险离我很远的想法，才是最危险的。我明白了。而真正的担心，也就是你现在这样，花时间去学习、去理解这些复杂的风险，并开始思考如何应对，这个行为本身，恰恰就是在保护你自己。所以他的意思其实是，无知的乐观是最大的风险，而理性的担忧是最好的避险工具。完全正确。这其实就是在呼吁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有趣时代里，放弃幻想，保持清醒和批判性的思考。因为只有看懂了这张雷区地图，你才有可能安全地穿过它。